上期视频简简单单啊，建造了这么一个小炮楼子。私底下我测试了一下啊，实用性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呢，这个炮楼子啊，我感觉还是必须要有的威慑性，懂吗，兄弟们？什么叫威慑性？我这弓箭兵往这炮楼子上一放，这就叫威慑性，相当的哇塞，非常的无敌呀！虽然我的弓箭兵啊威力不是很强，但是呢，据我所知，在这个生存中确实有一样东西威力确实很强。你没有看错，就是这个机枪炮塔。你们看这个合成配方，你们就应该知道啊，这个玩意儿非常干。咱就不说量产了啊，咱能做出一个来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兄弟们。所以说呢，在建炮楼的同时呢，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，它的每一个部件的组成啊都非常讲究，能不能制作出来啊，我倒没有在意。不过呢，看这个瞄准镜的配方倒是蛮简单的。来吧，就这些部件咱们家里都有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么一个瞄准镜就制作出来了嘛。可是呢，接下来这些配件啊就不是那么好制作了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电路板，这沉浸工程在这个生存中啊不是那么好干的，兄弟们。紧接着啊，再看这个扩充弹夹，铜锭的话倒好说啊，只是这个钢锭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我看了看得到钢锭的方法啊，有许多种。最简单的就是用熔炉烧制钢粉，可是这钢粉咱也没有啊。得到钢粉还需要粉碎机，粉碎机我也没有啊。那么在这个生存中得到钢锭的方法，最简单的可能就是高炉了。但是这个高炉呢，在沉浸工程里啊，咱们还需要高炉砖。说是简单，其实啊也挺难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啊，没准这个钢粉呢，在主世界会有。我说的会有，当然是在破旧的房屋的宝箱里。那说到这里啊，归根结底，咱们还是要探索。简称俩字啊，白嫖，兄弟们。很快啊，我就准备出发了。出发之前呢，还被袭击了。那我能愿意吗？肯定不愿意啊，兄弟们！深红色真菌丧尸打我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去，还有一个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啊，这样好吗？这样不好。哎，我去，还有一只隐身呢。不会吧，我居然看不到他的眼睛，兄弟们！隐身丧尸我见多了啊，一般都会看到眼睛的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啊，这次隐身的可能不是丧尸，我看到冒气泡了。我去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啊，兄弟们！不是蜘蛛就是狗啊，移动速度很快啊，并且它的体积非常小。完了，我要没了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幸好我没有放弃。半颗心怎么了？能跑咱也得跑啊，兄弟们！就这样啊，我一路踉踉跄跄啊，回到了我的基地。这也太吓人了，狗和蜘蛛都隐身了，这以后还怎么玩呀？站在家里就是安全。那在这个时候啊，肯定有粉丝又要说了，赶紧打开碰撞体积呀！所以说啊，我提前打开了，就是为了演示一下啊，碰撞体积打开以后对这种隐身丧尸啊管不管用？来吧，接下来管不管用啊？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吗？什么？没看清楚？没看清楚的话，我就再给你们演示一遍。这次看清楚了吧？不管是丧尸还是狗，不管是蜘蛛还是丧尸，如果他们隐身之后啊，这个方法应该都是不管用的。毕竟呢，刚才那只狗就没管上用。打狗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听见我家弓箭兵在啪啪放箭呀，没跑了啊，就是这只丧尸射了几箭了，我都数不过来了啊，我赶紧帮他解决了吧。这攻击伤害，说实话有点拉胯。很快啊，生存来到第42天。这次外出探索呢啊，我觉得不用多啊，2-3天的时间就可以。如果说啊，在这2-3天之内啊，我还找不到钢粉，那应该就是啊80%的可能，这个生存中不会让你白嫖得到。真想拥有机枪炮塔，可能真需要干一干了。我的运气还真挺不错的，兄弟们啊！现在啊，已经快下午的4点钟了，我总能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找到一个好住处。看到了吧？这次我又遇到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还挺像样，只是这宝箱啊差点意思。Day 4，这镜头一转呢，刚才还是42天啊，今天已经生存到第43天了。在过去的1天时间内，纯粹的打怪，纯粹的探索，没有翻车，也没出现意外。所以说，咱们直接跳过，来到生存第43天的晚上。这天又黑了，本来是想靠 TP 大法回家睡觉，可是你说巧不巧，就在这时啊，我居然发现了一个夜视注射器。众所周知，在这个生存的晚上是非常黑的，黑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说伸手不见五指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但是有了这根夜视注射器以后，我决定今天晚上不再回家了。那这今天晚上不刚好可以完成击杀500只丧尸的任务吗？白天丧尸少，想打不了，晚上丧尸多，咱们一切磋，这个小任务啊，它不就完成了吗？现在啊，我就要做好准备，冲出这间房屋，带你们感受一下夜晚的丧尸有多热情。来吧，准备好了，冲出去。由于过于紧张啊，我还被门框卡了一会儿。出来以后啊，感觉没有那么多丧尸，其实呢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当我来到这个平原上以后啊，你就会看到这丧尸漫山遍野啊，不断的刷新。之前在夜里啊，我也死过几次，但是呢，毕竟黑咕隆咚啊，我啥也看不清。今天我这一出来，我算是领教了。就在这时呢，我看到前方有一个带有铁丝网片的那个建筑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心生一计，咱们想办法啊，去到那个建筑的上面，然后呢，咱们卡位来对付丧尸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方法简直太好了啊！很快啊，我就上来了，并且收集了这里的铁丝网片。由于这丧尸在水里行动不太方便，等他们过来以后，我再大开杀戒。
半神僵尸你可真是无处不在呀。Later，就这样一段时间后，我的夜视功能也没了。你们若问我啊，为啥不打丧尸呢？兄弟们，大意了，不敢下去啊。我这一看，好家伙啊，喷火丧尸、放毒丧尸全来了。你说这一仗咱们怎么打？身上着着火，还不断的被毒素攻击，我怎么打？所以啊，就这样待一晚上吧。出来探索2天了吧，兄弟们，看看我的背包，这就是我得到的所有物资。铁丝网片又搞了许多，多多少少有点通货膨胀了啊。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啊，来到了生存的第45天，已经在外面探索了3天了，钢粉压根儿就找不到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又发现了这么一个奇葩的东西，咱也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是啥啊，但是我却看到了，在这个东西的顶上有一个叫做美人鱼的生物。有兄弟们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？在这里呢，我研究了半天啊，也没研究明白。本来是想上去看一看的，可是你们也知道啊，在这个生存中搭方块啊，确实挺难的，所以说我就放弃了。出发之前我就说过啊，探索个2到3天的时间。现在啊，我们来到生存的第46天。机枪炮塔不是不研究，兄弟们，可能要等一段时间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这个生存中能不能制作出高露砖？如果有高露砖的话，钢锭也会很容易得到。上期视频我问大家啊，这个飞机能不能飞？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个飞机真能飞呀。那么上期视频我也是承诺的啊，如果飞机能飞啊，咱们就干一架飞机。飞机的合成配方那都是有的啊。当然了，除了这180块铁锭难搞一些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在话下。那么这180块铁锭怎么搞呢？当然了，挖矿应该是最快的方法。但是呢，你们也知道啊，之前我就一直说过，在这个生存中挖矿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所以说兄弟们，下期视频咱们矿洞见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